有人说，他如果早生10年，大明或许不会亡；也有人说，他的勤奋反而是压垮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。270年的大明国运，最后全都压在了一个只有30多岁的年轻人肩上。当京城的大门被撞开，漫天风沙中，这位大明天子环顾四周，身边竟然只剩下一个太监。今天我们聊聊崇祯，聊一聊一个想当圣君却最终成了亡国之君的悲剧。崇祯17岁继位，那是大明最烂的一个摊子，内部是连年的天灾和闯王的起义，外部是满洲铁骑的虎视眈眈。他没有退路，为了省钱筹军费，他带头穿打补丁的衣服，一年到头舍不得吃肉。为了处理政务，他彻夜不眠，甚至20多岁就长出了白发。他比谁都努力，却也比谁都多疑。他在位的17年里，换了50个内阁大学士，杀了无数的前线将领。他渴望救火，却在急躁中烧毁了所有的希望。公元1644年春天，北京城却寒冷如冰，李自成的军队包围了紫禁城。崇祯站在皇宫的高处，望着城外的火光，他敲响了集结百官的钟声。可是钟声在空荡荡的宫殿里回荡，一个大臣也没有来。那些昔日跪在地上山呼万岁的臣子，此时正忙着在家里准备香案，迎接新主人的到来。那一刻，他才明白，他从来不是什么万岁，他只是大明最后的一座孤岛。在自缢前的那个深夜，他做了一件让后世心碎的事。他挥剑砍向自己的女儿，边哭边喊：你为什么要生在帝王家？他逼着皇后自尽，因为他不愿看自己的妻女受辱。这是一个男人的绝望，也是一个帝王的尊严。最后他披头散发，踉踉跄跄地走出了神武门，登上了后宫的眉山。3月19日凌晨，寒风如刀，崇祯在一棵歪脖子槐树下站定。他脱下龙袍，在礼衣上咬破手指，写下了那封血书：朕自登基17年，逆贼直逼京师，虽朕博得匪功，上干天救，然皆助臣之物朕也。朕死，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，自去冠冕，以发覆面，任贼分裂朕师，误伤百姓一人。最后，他用最后的一根白绫结束了自己的痛苦。3天后，人们发现了他的尸体，他赤着左脚，右脚穿着一只红鞋，衣衫褴褛，发丝遮面，但那封血书却静静地贴在他的胸口。他到死都在恨那些误他的臣子，可他到死都在求叛军放过他的百姓。崇祯死后，大明彻底落下了帷幕。他不是一个完美的皇帝，但他是一个守住了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底线的男人。当历史的尘烟散去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终结，更是一个人在命运洪流面前那种孤勇而又凄凉的抗争。